志祥先生，跟住仲有咩板塊分享下？咁可以分享電力板塊嘅。電力股咧，咁頭先巴黎兄都講過啦嚇。咁咧呢個雙碳啊，即係碳達峰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。咁呢個咧係一個國策嚟嘅，已經係上升到咧呢個國策。咁即係國家咧係一個向全球宣布嘅一個目標啦嚇。咁所以呢一個板塊啲或者講呢個行業咧，咁的確係個發展咧係可以睇到個發展潛力同埋個發展嘅趨勢咧，都係會向住呢一個雙碳嘅目標去進發嘅。咁電力咧就其實傳統上咧，咁當然係火電啦嚇。咁而事實上，即使今時今日內地嗰個電力嗰個結構咧，都係火電為主嘅。咁所以咧講電力咧，就要首先講下火電先啦。咁傳統上嘅火電咧，市場就唔太中意嘅，同埋俾個估值咧就好低嘅。你會見到之前嘅電力股通常咧個 P/B 都係好低嘅，即係低過1倍嘅，即係可能0.5、0.4、0.35都會有嘅。咁點解咧？就係因為咧傳統上嘅火電咧，你要睇兩邊咧，一個成本，一個收入啦。咁成本咧，火電咁當然要睇煤價啦。嗰個燃煤成本咧係佔大部分嘅火電嘅成本嚟嘅。咁但係個收入嗰邊咧就要睇電價，而內地個電價咧係受到嚴格管制嘅。尤其是咧我哋叫做一啲嘅保障嘅電價嘅用戶咧，就包括居民用電啦、農民用電啦、公共事業用電啦，係不能加價㗎。佢有一個叫做基準電價保障咗佢嘅，即係話咧，你火電即係用煤發電嘅電價咧，係有一個叫做標準價或者叫基準價，嗰個價定咗咧，就到而家都冇改過啊。咁你諗下咁多年，啲成本升到幾多，但係佢嗰個基準價咧都係冇改過嘅。咁多年冇調整過嘅？唔會調整嘅，因為嗰個咧係叫做保障啲居民啊、農民啊、公共事業啊嘅電價嚟嘅嚇，佢叫做標杆電價，即係所有電價咧都係睇住呢條線去做。不過咧，大家要知道咧，中國咧全國唔係一個統一嘅電價嚟嘅，佢唔同城市嘅電價都唔同嘅。經濟發達啲嘅省份啦，譬如廣東啊呢邊，咁個電價會高啲嘅。咁有啲窮啲嘅經濟冇咁發達嘅城市地區咧，個電價係會低啲嘅。但係每個城市都會有一個火電嘅標杆電價，咁嗰個電價就定咗噶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電價定咗，但係咧你個煤價咧係浮動嘅，煤價係市場價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你會聽到一句說話咧，就係計劃電市場煤。咩叫計劃電咧？就係電價咧係計劃咗嘅，定咗嘅。而個煤價咧係市場價嚟嘅，就會浮動嘅。咁變咗咧，你一個生意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你成本係浮動嘅，你個收入係固定嘅，咁你就好難去預測出年嘅業績會點㗎啦，因為你唔知出年嘅煤價係點啊嘛。係嘛？你只係知道你出年嘅電價一定係固定嘅，但係你出年嘅成本你係唔知嘅。咁咧，你個業績咧，第一好難預測，第二事實真係好波動嘅。當你煤價好低嘅時候，你就會賺大錢；煤價好高嘅時候，你就會蝕大錢。咁樣嘅板塊咧，啲資金係唔中意嘅，尤其是港股市場咧。港股市場咧係非常之注重嗰個確定性、嗰個可預測性。調翻轉講係非常之厭惡咧。係非常之波動嘅嘢，非常之難預測嘅嘢。就算你好平咧，佢都俾你好大嘅一啲折價俾你嘅。即係話你啲嘢要買到好平，咁佢先至有興趣，甚至完全唔買都得嘅。如果你一個行業係啲盈利係好難預測、好波動，咁啲資金咧係會避開呢啲板塊。咁所以傳統上咧，電力股咧係唔係太中意嘅。咁講呢個煤電呢個電價嘅一啲演變啦，去到一段時期咧，佢就推行一個叫做基準加上下浮動嘅一個機制。基準咧就係都係頭先講嗰個叫做標杆電價或者叫基準電價啦，佢就會上下浮動嘅。咁向上咧就係浮動10%，就向下浮咧15%嘅。
咁你就會見到，點解會唔對稱啊？加價咧就加10，減價咧就減15喎。咁其實你就會睇到嗰個管理層嘅思維咧，都係傾向呢啲減價。咁所以佢定出嚟個機制咧，都係偏向咧向下多過向上。咁本來都話，咁你都有向上10% 啦，都叫做有個希望。但係咧，佢加多一句咧，就係暫不上浮，即係話咧向上浮咧係暫時都唔需要，你都唔使諗噶啦嚇。哇！咁但係佢唔講加唔使加下浮喎，所以咧，其實應該咁講啦嚇。舊年2021年8月份之前，中國嘅電價咧只會係向下，就唔會喺基準價向上嘅。而事實上咧，所有嘅電價都係喺呢一個基準價以下去賣出去嘅，即係話咧，發電廠咧佢賣出去嘅電價咧，佢係講緊你俾標準價打幾多折啊？折10%啊，折20%啊，咁樣嘅嚇，即係佢連標準價都達唔到。所以佢係一個好低嘅標準價，不能夠加價。然後仲要喺個標準價打折先至賣得出嘅電價，咁樣嘅一個生存環境之下，仲要煤價咧係好波動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所以傳統上咧個電力股咧係冇乜人買嘅，甚至都冇乜人研究添嘅。咁究竟發生咗咩事咧？點解2021年發生咗咩事咧？係啦，點解無端端爆上嚟咧？好咧，啲生意咁惡做，我咁樣聽落去。成本控制唔到，哇！呢個收入又俾人巴死，就係好多原因加埋嘅。係乜嘢原因？其實就同個疫情有關嘅。個原因就係個煤咧，就突然間缺得好勁。其實煤點解缺得好勁？其實中國係儲存最多係煤喎。其實中國係大把煤。以前咧啲煤咧係好平嘅。因為以前啲煤咧係任你開採嘅，即係你聽到好多古仔嗰啲咩老闆咧，煤礦老闆啊，即係煤礦老闆，聽親都係煤礦老闆，係好多，因為好容易做噶，即係冇乜技術噶，你咪掘啫嘛，你煤咁咪喺度地啊山啊咁咪掘咯，一掘咪有咯，咁變咗咧就係好容易做到採煤嘅。咁但係咁樣嘅話咧，嗱，內地好多時都係初期咧又開放飲你做嘅，但係去到某個階段咧，佢就要管制噶啦，因為咧。涉及到呢個污染問題啊，涉及到你嗰個效率嘅問題啊，因為你如果你唔係一個大規模去做一樣嘢咧，其實你個效率好低嘅，即係你係好浪費，你好污染。咁變咗咧，有一段時期咧，佢叫做供給側改革啊，內地好有啲名詞啊，供給側改革，即係話咧，佢嗰個行業咧開始要整頓，就係啲細嘅冇效益嘅，佢就要你結束咗佢。然後咧，佢就會俾一啲大嘅企業去做嘅。咁然後咧，佢仲要控制你啲產能。咁變咗有段時期咧，應該講咧，開始咧嗰個煤嘅產量咧就係受到控制㗎啦。控制意思即係減少咯。咁所以咧，佢就會有啲煤係自己產，有啲煤咧佢就要進口嘅，即係由外國運過嚟。咁但係咧，舊年咧就好多因素加埋，令到嗰個煤咧嘅供應不足啊。煤供應不足包括咩？佢內地自己就控制咗產能啦，然後個疫情好多地方根本都唔開工啦，即係好多外國本來產煤嘅國家，佢啲人因為疫情關係佢停咗嘛，佢開唔到工啊嘛，咁再加埋同澳洲有啲摩擦咁樣，咁啊又少咗一嚿，咁變咗加埋嘅結果咧就係個煤價咧就因為缺煤啊，嘅煤價大升啊，煤價以前係講緊可能300-400蚊一噸嘅。咁去到舊年曾經去到2-3千蚊一噸嘅，即係好誇張嘅。咁變咗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咧，嗰啲發電廠咧係根本冇錢啊，因為佢蝕到咧係根本冇錢再去買煤啊。啲煤價升到咁高咧，佢根本咧佢每發一度電咧就係狂蝕嘅。咁佢蝕到一個地步咧，佢根本冇錢再去買煤啊。咁你冇錢買煤咧，咁佢索性咧就係將嗰個發電廠咧就話維修啊咁樣。就唔發電啦，咁唔發電咁樣咧，就會令到嗰個電力供應嘅。所以你見到舊年有一啲新聞咧，工廠咧要停工啊。咁因為咧佢要你停工咧，就會放翻啲電俾嗰啲保民生啊嘛，嗰啲居民啊、啲農民啊、公共事業啊去用啊嘛。咁所以咧加埋咧，就令到當局咧就要真係做一個叫做電力嘅改革。
即係要行一啲嘅市場化嘅一個機制啦，即係話唔再係計劃電市場煤啦。所以佢初咧，佢推出一個政策咧，就係容許個電力加價20%。咁呢個係好大嘅突破嚟嘅，即係佢係電價可以加20%，同埋咧佢咧就係做咗另一個更加大嘅一個改變。就係啲工商用戶咧，全部都要進入嗰個叫做市場化嘅市場。咁呢個咧個結果就係令到嗰個電價咧就可以加到價，可以加到20%。咁呢個唔止喎，佢仲係話咧，你如果你個行業咧係叫做高耗能嘅，即係嗰啲污染性嘅嗰啲行業咧係冇上限嘅，即係你加到幾多都得嘅。咁同埋咧，佢叫做現貨市場咧，亦都係冇上限。現貨市場即係話，如果你簽咗合約，嗰啲電唔夠用咧，你臨時要增加啲電力咧，咁你就要喺現貨市場嗰度買。而現貨市場咧係冇上限嘅加幅嘅。咁如果你煤電廠你發覺你有一橛錢蝕咗嘅，咁你就可以喺嗰個現貨市場咧就賣貴好多，加好多價，以補償翻你蝕嘅錢咯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機制咧就會令到咧嗰個電價咧個上升空間咧就係打開咗，咁變咗起碼你個煤價升嘅時候咧，個電價咧可以加到價，咁而加到價咧，邊個去承受咧？就係啲工商用戶啦。嗱，居民用戶、農民用戶、公共事業仍然都唔可以加價。咁邊個去承受嗰個電價上升咧？就係啲工商用戶，即係做生意嗰啲。咁做生意嗰啲，如果你係高耗能嗰啲行業咧，你承受嘅電價係更加高嘅。而嗰個實施咗呢個之後咧，咁嗰個市場對於個火電或者對電力股咧，就會有一個我哋叫重估啦。咁其實咧唔止係咁嘅，其實佢再進一步咧，就連嗰個煤價嗰邊咧，佢都係實行呢一個叫做基準加上下浮動嘅機制落去，即係話而家連個煤價嗰邊咧都變成一個有限制嘅，你叫計劃又好，叫做受到規限又好啦，佢已經有個上限啦。嗱，機制係點嘅咧？機制就係個煤價係採取一個叫做中間價係700蚊一噸，然後上下加減150，即係話上限咧就係850，下限咧就550。所以以後嗰個煤價咧，只會喺550蚊至到850蚊之間去浮動噶啦。而喺個700蚊上下浮動，咁其實你用700蚊上850下550，其實幅度差唔多就係20%咯。咁你見到就係個煤價嗰邊咧上下浮動20%，電價呢邊咧又上下浮動20%，咁兩個就依家就吻合咗噶啦。咁變咗咧，唔需要再擔心咧，以前出現一個就係煤價係市場價，電價係計劃價嘅情況啦。因為而家連煤價嗰邊都計劃煤啦，咁變咗咧，令到火電呢個火電股咧，會得到一個重估咯。咁所以火電佢行緊嘅一個邏輯咧，係有2個邏輯嘅。第一個邏輯就係傳統火電嗰邊以前壓制佢個估值嘅因素咧，依家係因為個政策改咗咧，係得到一個重估咯。咁另外一個增長嘅因素，增長因素就係咧發展新能源嗰邊嘅，即係話而家咧唔單止係你知香港有啲公司有啲電力股，佢主要係新能源嘅，咁佢當然會繼續發展新能源啦。咁但係傳統嘅一啲火電股咧，佢都開始咧或者已經開始咗啦，佢都會未來嘅方向都係發展新能源，所以未來咧所有電力股都係新能源。分別只係你新能源佔比多啲定少啲，即係新能源嘅佔比多與少嘅問題，而全部都係新能源股嚟嘅。變咗咧就係新能源呢邊咧，亦都係有啲有利嘅因素。其實新能源股咧，我哋講緊新能源咧，其實係指風電同埋太陽能啦，或者叫光伏啦。咁風電同埋光伏呢種嘅風光新能源咧，以前咧嗰個成本係比較高嘅，以前咧個成本高。所以咧，佢有個補貼嘅，即係話以前嘅電價咧，如果你係跟住火電嘅嗰個標準價去賣電嘅話咧，其實你係蝕錢嘅，因為佢做個風機啊，做嗰個太陽能嗰個發電站，成本比較高啊。咁你每度電嘅成本咧係高過你標杆電價，
咁你就會蝕錢咯。咁所以政府咧就會補貼俾你。咁所以以前我哋講緊咧2000年之前嘅風電同埋太陽能咧都係有補貼嘅。而由今年咧，即係講緊唔係應該係2021年開始咧，風電同埋太陽能咧係冇補貼，佢叫做平價上網係冇補貼嘅。咁今時今日仲有一種電咧係有補貼，就係叫做海上風電啊。海上嘅風電站咧仲係有補貼，但係去到2022年咧亦都冇買噶啦。咁所以咧未來咧所有呢啲新能源咧都冇補貼。咁你話啊冇補貼係咪唔好咧？有補貼係咪好咧？嗱，應該咁講，有補貼咧個好處咧就係補貼嗰嚿咧就真係一大嚿錢嚟嘅。但係補貼亦都有個唔好處，就係補貼咧其實政府唔係即刻俾錢你，佢係會記住數先嘅。所以補貼嗰橛咧其實係會變成應收賬，然後可能分幾年先攞到錢嘅。咁所以補貼嗰橛嘅盈利咧係要打個折落去嘅，因為現金流會差啲。咁唔補貼係唔係唔好咧？嗱，表面上唔補貼嘅電價係低過補貼嘅電價，但係唔補貼嘅電價咧，因為佢冇咗補貼啊嘛，咁所以佢就冇咗現金流呢一個問題，佢現金流會好。咁所以個核心就係點解可以變成唔補貼咧？唔補貼係咪會蝕錢咧？咁又唔係喎，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風機嘅成本咧係越嚟越低嘅。原因係咩咧？原因就係如果你做一個風電站，你嗰啲材料咧係可以用國產嘅。嗱，喺內地只要你嗰個行業你係用國產貨咧，你個成本一定係可以咧越降越低嘅。因為內地有個趨勢，有個傾向就係咧，嗰啲產能咧就越生產越多，越嚟越多嘅，而家競爭越嚟越大，啲價錢越嚟越平。咁事實上個風電嘅嗰啲風機啊，嗰啲風葉啊，係價錢越嚟越低嘅，低到一個程度咧，就係佢根本佢嗰個風電每度電嘅成本咧，係仲低過用煤發電嘅。咁如果佢個電價同煤一樣，但係佢成本低過煤電嘅話，佢根本就有錢賺，所以佢唔需要靠補貼，佢都有錢賺。再加上佢都冇咗補貼啦，佢個現金流非常之好。咁所以咧，新能源咧嗰個盈利質素咧，其實係好咗嘅。即係話佢雖然係平價冇咗補貼，但係其實佢個盈利質素咧係仲好咗，好過以前有補貼嘅年代嘅。而且嗰個成本咧係越嚟越低嘅。所以咧，電力股咧，尤其是火電股咧，舊年其實係升得唔錯嘅原因就係有兩方面啦。第一方面就係火電嗰橛咧係得到一個重估啦，係因着嗰個電費機制嘅改革得到重估。第二個咧就係佢增長啦，即係其實佢係火電重估加新能源增長呢兩個因素加埋嘅。新能源增長就係佢其實未來咧，佢每年都會增加風光新能源嘅裝機量。咁啊，每間公司咧都提出咗咧，都幾唔錯嘅增速嘅，即係會有佢叫做14-5計劃啦。即係由2021年去到2025年，佢就提出佢個目標就係呢5年佢要增加幾多個裝機咁樣新能源嘅裝機。咁所以咧變咗係新能源嗰邊有增長，而且個盈利質素係有改善，現金流係有改善。火電嗰邊咧又得到一個因着電力機制嘅改革，得到一個重估。咁所以咧就係一個重估加增長嘅一個概念，而令到咧嗰個火電股表現得好。咁新能源當然都唔錯啦，因為佢都係增長啊嘛。另外咧後尾發覺火電咧就其實仲有一個好處嘅。如果有兩間公司啦，一間咧一直以嚟都係做新能源嘅，同另一間公司佢係由火電轉型做新能源嘅。咁初啲人就會覺得咁梗係新能源一路做新能源好啦，但係後尾啲人發覺原來唔係喎。原來係做緊火電，再轉型發展新能源係更加好喎。點解咧？個原因就係有兩方面嘅。第一方面就係火電咧係有折舊嘅，而嗰個折舊大概係5%你嘅資產啦。咁而嗰個折舊咧，因為以前你要不斷再發展火電啦，咁你個折舊可能要留翻嚟第日你發展去用啦。咁但係依家都火電都唔會點發展嘅，所以你嗰啲折舊咧，其實就係變成一個現金流嚟。嗰個現金流咧就可以支持你去發展新能源，所以一間有火電嘅公司去發展新能源，相對於另一間只係做新能源嘅去發展新能源，佢優勢就在於火電嗰間公司咧，佢可以將火電嘅折舊嘅現金流貢獻俾佢，
而且係好穩定，每年有5% 火電資產嘅現金流，去貢獻去支持去發展新能源。而新能源就冇咗呢一個現金流啊，你要靠自己啦。咁所以第一就喺現金流方面咧，火電係有呢個折舊變成現金流嘅呢個優勢。第一，第二就係火電咧去攞新能源項目咧係有優勢，係比一間純粹只係做新能源嘅優勢。點解咧？新能源即係風電啊、光電咧，佢有個缺點嘅，譬如光電咁啦、光伏啦、太陽能咧，佢去到夜晚咧佢就發唔到電㗎啦，佢有太陽先發到啊嘛。一到天黑咧，佢就發唔到，咁佢有一段時間佢就完全冇電產生嘅。而風亦都係，風咧佢係好唔穩定嘅，有風嘅時候佢當然發到啦，但係個風好弱或者甚至冇風嘅時候咧，佢就發唔到電㗎。但係咧，其實中國所有嘅電你要經過電網咧去輸送俾用戶嘅，但係電網咧係唔可以接受咧，你而家有電突然間完全冇電，咁佢會死嘅。即係如果你供應一個電網，你個電係一時有電一時冇電咧，咁唔得㗎。咁佢會死嘅，咁所以咧，佢需要一個叫做儲能，即係話咧，當你發到電嘅時候，咁你就用發電嗰個去輸送電啦。當你發唔到電嘅時候，你就要用儲能，即係佢儲住一啲電。當你發唔到電嘅時候，你就要用儲開嗰啲電咧去供應啦。咁你咪可以維持個電力供應穩定咯。咁但係儲能咧個成本好高嘅，暫時嘅技術咧儲能嘅成本好高，但係煤咧用煤發電咧就可以做到呢一個功能，因為煤咧。你幾時一有煤落去即刻發到噶嘛？佢一有煤佢就開機佢就發到電。即係佢 back up 咁啦，好似一個。係啦，即係變咗佢有我哋叫做調峰啊，即係話你幾時要佢都可以俾你，你幾時要多佢就俾你就可以多。高峰個峰。係啦，你可以調節，你可以調節嘅。你可以調節嘅。咁變咗火電有呢個調節嘅功能咧，你去攞新能源項目有着數嘅，因為咧。你新能源嗰邊發唔到電嘅時候，你可以用火電補足佢啊嘛，咁變咗你咪可以 keep 到你嗰個供應電力係好暢順啊，唔會突然間斷咗咯。咁所以咧，你有火電加新能源，咁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完美嘅組合去發展新能源啦。調轉你淨係得新能源咧，咁你要自己想辦法啦。因為當你個風停咗發唔到電嘅時候，你自己想辦法咧去補翻風電發唔到嘅嗰段時間，你啲電邊度嚟？咁可能用儲能啊，但係用儲能今時今日嘅技術咧，嗰個成本比較高。咁所以咧，加埋埋咧個火電咧就有兩個優勢，去發展新能源有兩個優勢。第一就係佢有折舊火電資產折舊嘅現金流嘅優勢。第二就係火電佢有調峰能力，去攞新能源項目有優先嘅優勢。咁所以加埋埋咧，就市場會覺得有火電嘅公司去發展新能源咧，係比純新能源再去發展新能源咧，係有啲優勢嘅。當然，無論你係火電公司又好，新能源公司又好，佢哋都係不斷會喺新能源呢邊咧，係不斷發展，不斷咁樣增加嗰個裝機量嘅。咁因為呢個係雙碳嘅目標咧，係國策咧係唔會改變嘅。咁呢個就係電力板塊嘅一個睇法。哇，好深入。頭先嗰個講到折舊就唔使換機組產生現金咧，我記得我都喺書度講過嘅，即係我諗有啲網友可能唔知你講乜啦，咁就可以買我本書睇下，賣下廣告先，跟住價值走啲12堂課啊，入邊有。阿巴黎兄有冇點評啊？你頭先好想聽呢個電力股，市場先生講咗咁多，我淨學到好多嘢啦，吸收咗好多嘢啦。係啊，好細啊，講得好深入。頭先咧就係市場兄咧就講到調峰啊，同埋拼網啊。咁事實上好似上年國家都出咗台啦，佢話要鼓勵嗰啲新能源，即係我唔知佢點樣鼓勵啦，都係錢噶啦。咁同埋呢啲咁嘅儲電嘅一啲裝置咧，即係夜晚黑，即係太陽能可以，即係好似阿羅家英咁噶嘛，開咗眼燈咁啊有太陽能。太陽能電筒唔得噶嘛，夜晚黑冇噶嘛，咁你一定有啲儲電嘅裝置啊，嗰啲啊，唔知係咪會益埋阿寧德時代咧？嗬，寧德時代做咩啊？電池做啲電池啊，儲電啊，咁我唔知嗰啲同嗰啲有冇關係咧，即係儲電嘅裝置啦。我會㗎，相關儲能嗰啲相關行業都係受惠，不過嗰啲就唔係我研究嘅範疇啦，所以我就唔係好識，但係我知道咧係會受益嘅，即係喺儲能方面係有受益。我哋就下錯注啦，我哋一聽到即係中國即係整咗個 roadmap 出嚟啊，2030啊，
峰值啊，同埋2060啊，碳中和，諗住咧就買啲，梗係買啲清潔能源啊，新能源嗰啲股，係啦，點知佢突然間後尾先至整個火炭嗰啲股票咧，就升到阿媽都唔認得。咁呢個都係即係嗰陣時有啲咁嘅事啊，應該早1年半載同阿市場先生 zoom 下，咁就聽到呢啲嘢喎，可以。其實嗰陣時出咗嗰啲咁嘅政策出嚟咧，即係措手不及咧，都好快嘅。嗰啲股票升得好快，嗰一段時間嗰啲火電股，即係你稍為即係唔係日日報住咧，咁你再追嘅時候咧，即係嗰個風險回報啊，都唔同咗第一批追入啦。咁啊，市場先生兄咧就嗰段時間都捉得好快嘅，我見到佢。咁嚟緊嘅將來，即係我諗大家都有啲睇法㗎啦。其實好多嗰啲火力股咧，即係阿市場先生都講咗啦，佢哋都好大部分咧，基本上我見到間咧都發展新能源。咁原來咧，即係佢哋咧有啲咁嘅優勢，咁啊大家真係要留意下啦，唔可以再用以前嗰種想法同埋即係好直觀咁樣想法啊，新能源咁啊一定係新能源股好啦，純粹新能源股好啦，以為係一個包袱，原來咧唔係包袱嚟嘅。仲係一個好處嚟嘅。其實我都係第一次聽，因為我冇乜留意呢個板塊嘅。咁今次聽到話市場先生講得好細。